秋瓷炫的新剧一开播就成了异象，还给穷酸闺蜜留下700个亿让她随便花。我打了自己闺蜜700拳，她也不告诉我钱在哪里。此时闺蜜人珠看着袋子里一捆一捆的钱，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直到她看见闺蜜的遗书上写着，希望她跟妹妹们能住进有窗户的漂亮房子里，眼泪终于再也控制不住，因为这是她昨天刚刚告诉闺蜜自己30岁的愿望。次日，她从电视上得知闺蜜在不久前刚在欧洲进行了整容手术，并且还购买了大量的奢侈品包包。她在遗书中写道，自己只是想要美美的死去，但是并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她整容后的样子。在闺蜜的葬礼上，曾经一直排挤他们的同事也都前来吊唁，看着他们假惺惺的样子，女人感到无比恶心。闺蜜生前就被他们一直造谣与上司有染，现在她都死了，他们居然还是不肯放过，于是她就决定要替闺蜜出口恶气。有了闺蜜的1000亿傍身，她再也不用怕任何人的威胁。第二天，她便带着辞职信来到了公司。화영 언니 왜 왕따시켰어요? 화영 언니가 불륜해서요? 随后，他就在全公司同事的面前大声朗读起来组长近些年来以权谋私的具体事项。자라섬도 다녀오셨어요? 근데 숙박비 결제 내역은 없네. 组长听后斥责人珠在这里胡编乱造，但人珠却根本就不理他，还告诉大家他已经把组长挪用公款的具体细节传到了公司内网当中。随后，人珠就被理事长给叫走了。理事长告诉他，这15年来，她的闺蜜一直在暗中窃取公司的钱财。截止目前为止，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已经高达1000亿以上。就在不久前，她在欧洲还转走了公司的700亿现金。听到这些后，人珠震惊不已。말도 안 돼요. 어떻게 회사에서 700억이 사라지는 걸 모를 수가 있어요? 作为品如唯一的朋友，理事长希望人珠能够配合调查，但却被人珠给拒绝掉了，并且他还立即提交了辞职信，表示要离开公司。 방금 얘긴 안 들은 걸로 하겠습니다. 而他变有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大堆哈根达斯，在他吃雪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有钱人的快乐。有一点他非常确定，如果他有很多的钞票，肯定不会自杀。想到这里，他认为闺蜜的死或许另有隐情。 자살이 아니라는 건가? 为了找出闺蜜真正的死因，人珠答应理事长要帮他调查出秘密资金的去向，而理事长也承诺，如果能追回那700亿现金，人珠肯定会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期间，理事长对人珠廉价的鞋子表示不满，他一眼就看出了鞋子的缺点，还嘱咐人珠下次一定要买一双好鞋。这让人珠瞬间想到了闺蜜留给自己的那双价值不菲的鞋子。当天下午，人珠就来到了闺蜜家里查找线索。她记得闺蜜说过，收据和账本就相当于会计的圣经，一切事情的源头在这里面都能找到答案。所以她就从闺蜜的日常消费开始了调查。经过调查，她发现最可疑的还是那双鞋子。于是第二天，她就以闺蜜留给自己的鞋子为突破口开始了调查。她刚走进店里，帅气的店员就一眼认出了她脚上的鞋子是出于他们的店里，因为这款鞋子在全国仅仅只有3双。人珠也趁机说道，这是她去年过生日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但是她那天喝多了，现在已经记不起到底是谁送的了。随后她就拿出理事长的照片，让店员确认一下是不是她买走的鞋子，而店员也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理事长是一位对鞋子非常有研究的顾客，所以店员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저희 구두의 무게중심을 이해하시는 고객님은 이분밖에 없었거든요. 得到答案的人珠心中也立刻有了算计，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双非常精致的红色高跟鞋。看到鞋子的瞬间，他被吓到不知所措，因为闺蜜死时穿的也是同款高跟鞋，这让他怀疑闺蜜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经过调查后，他才得知闺蜜长期以来一直在跟理事长里应外合，偷偷转移公司财产，并且理事长还有一个特殊癖好，那就是喜欢穿便宜鞋子的女人，而且还非常厌恶家世显赫的女人。或许这都源于他是修鞋匠的儿子。经过对闺蜜的消费分析，他发现闺蜜有一双价值430万的鞋子是理事长送的，这让他怀疑他们之间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许这一切都是理事长的阴谋，他利用闺蜜会计的身份转走了公司700亿的秘密资金，而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产，公司也不敢报警。如果闺蜜死了，那理事长完全就可以置身事外，独吞700亿。想到这里，他们马上就查询了闺蜜和理事长的聊天记录。原来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暗中收集理事长犯罪证据，就在他死亡的前几天，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检察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理事长就知道了是闺蜜检举的他，于是他就对闺蜜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나와있냐? 양양숙 기억하지? 어떻게 됐는지. 경찰 오기 전에 너도 똑같이 만들어준다. 另外，在他们的聊天记录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名叫梁香书的女人。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个女人也曾在多年前转移过公司的巨额财产。
最后，警方认定为是畏罪自杀，并且死的时候也是穿着一双红色高跟鞋。她死不久之后，闺蜜就接替了她的职位。昨天在闺蜜家中的时候，理事长表达出了对自己的喜爱之情，现在她又收到了同款红色高跟鞋，这让她惊慌不已。她认为下一个死的就会变成自己。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前去找理事长摊牌。她质问理事长为什么公司的会计都会离奇死亡，下一个死的会是他吗？但理事长却否认了这一切与自己有关。他还告诉人珠，品如是第一个发现梁香书自杀的人，也是他主动要求填补梁香书的职位空缺。 내가 진호 형이랑 무슨 불륜 관계라도 되는 줄 아는데 진짜 아니다. 욕만 당할 거야. 紧接着，理事长告诉他，品如为了窃取公司的秘密资金，已经精心筹划了多年。为此，他还专门学习了英文和电脑技术。最终，品如为何会选择自杀，他对此也是一头雾水。紧接着，打算去自首的理事长就出了车祸。而另一边，人珠的小妹为了拿到高额的报酬，选择了去给朱丹泰的女儿做画替。这幅画最终也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大奖。这里很多网友会为小妹感到可惜。 但小编认为这幅画能够获得冠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朱丹泰。 네, 수상하게 되었습니다. 축하합니다. 가난하게 컸어? 에? 하도 잘 참아서. 女人名叫任晶，正如同事所说，她是一位贫民窟女孩，每天都在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做着自己不喜欢的记者工作。没有存款的她，还特别害怕失去这份工作。此刻的她正在为了小妹125万的学费而感到发愁。 看着眼前高达25%的贷款利率，他实在是没有勇气去选择贷款。正在这时，有钱的姑婆给他打来了电话，原来是他妈妈携款出逃以后，就把他托付给了姑婆。他从小就被寄养在了姑婆家里，可是由于姑婆经常在他面前说妈妈的坏话，所以他工作以后就跟姑婆断了联系。姑婆也非常清楚，任晶这次能够前来看望自己，肯定是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他愿意给任晶125万作为报酬，但却要求他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每逢周末都要前来为他朗读报纸。 次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关于精英律师朱丹泰代替岳父给一位老人下跪道歉的新闻，这让他感觉朱丹泰这个人非常虚伪。他认为朱丹泰之所以会选择道歉，是因为他即将竞选首尔市长，他不想让这样的人成为市长，于是他就向领导申请让他前去调查朱丹泰的黑历史。经过调查，他发现朱丹泰4年前负责过一起银行储蓄案件，3万人高达4000亿的储蓄在银行不翼而飞，因此有36人被告上法庭。 朱丹泰为其中的4人做了辩护律师，但这4人最后却都莫名自杀。令人惊奇怪的是，在消失的4000亿里面，其中有1400亿都是由这4人所负责，而这1400亿最终都流向了朱丹泰打救哥的公司。于是第二天，在朱丹泰的竞选演讲上，任晶就向他提出了这个疑问。面对任晶砸场子的行为，朱丹泰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질문하신 기자분 성함 다시 한번 말씀해 주시겠습니까? 在演讲结束以后，朱丹泰就开始对他发起了刁难。没过多久，任晶就因上班喝酒的行为而上了热搜。原来他对酒精依赖成瘾，每次外出采访都要喝上一口，每天大概都会消耗掉1瓶龙舌兰。他也因此被停整了1个月。当姑婆得知此事以后，立马邀请任晶前来自家公司上班。他知道记者不是任晶喜欢的东西。在他12岁的时候，姑婆就给了他500万作为本金，让他前去炒股。这10年以来，当初的500万已经变成了7000万。经济学才是任晶的最爱，因为他想知道这世上为什么会有穷人和富人。但任晶却想继续调查当年的银行案件。他给当年银行总经理的侄子打去电话，希望能从他的口中了解一些当年的事情。他们约定好了明早4点在于市相见。可当任晶赶到的时候，大侄子已经出了车祸，并且当场身亡。而第二天的时候，任晶发小家里却出现了那朵代表死亡的紫色兰花。女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洗衣机里居然藏着20亿现金，这让她惊讶不已。等到姐姐回到家中，她质问姐姐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么多钱。当了解到这笔钱的来源之后，她告诉姐姐这属于偷盗行为。 안 돼, 언니. 이거 도둑질이잖아. 并且想要姐姐前去报警，但姐姐却说 신고할 거면 해. 난 이 돈 다 써버리고 감옥 갈게. 随后她就背着所有的现金走出了家门。就在不久前，任珠看着从楼上摔下来的理事长浑身是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时，她慌乱不堪。当她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手机后，才想起来拨打救助电话。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她接到了本部长的来电。任珠赶紧把理事长出车祸的消息告诉了他。就在这时，救护车也赶了过来，但还没等他松一口气，就在地上看到了一朵极其妖艳的紫色兰花。来到医院以后，任珠还在不停的哭泣，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理事长，还把理事长出事前告诉他的话全部都讲给了崔道日。崔道日听完以后却异常冷静，他还教给任珠如何向警察撒谎。 연주 씨는 퇴사 후 인수인계하려고 신이사를 만난 거예요. 얘기 끝내고 헤어졌는데 갑자기 사고가 났고요.
누가 물어도 이렇게 대답해야 돼요. 人珠听完以后，立刻意识到这场车祸可能并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有人想要杀人灭口。如果他不按照部长的话，可能下一个死的就会是他。紧接着，部长就拿出了品如在银行取走20亿现金的监控画面，放给人珠看。他说道，品如管理700亿秘密资金的账户大概有20多个，但在他前往欧洲的前一天，忽然取出了20亿现金，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携带这么多的现金根本无法逃到国外，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把这笔现金给了别人，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共犯。听到这里，人珠慌乱不已。部长接着说道，品如并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人珠这一个朋友，他已经猜到了那20亿就在人珠的手上，但是他愿意无条件帮助人珠打掩护，因为从人珠的手上抢走这笔钱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他则是一个只在乎钱的人。回到家之后，人珠越想越害怕，他打算平凡的生活下去，不想再去追查品如的死因了。于是第二天，他就背着20亿的现金找到了公司的代表。他询问代表的意见，他是要把钱还回去呢，还是直接报警？他不想因为这笔钱而弄丢了性命。但代表却告诉他，报警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还会被警方认定为品如的同伙。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悄无声息的花掉这笔钱，反正秘密资金的钱本来就来路不明，公司根本不敢报警。代表让人珠赶紧花掉这笔钱，这样他就不会再感到不安。紧接着，代表就把那些人一直想要得到的秘密账本交给了人珠。原来理事长早就预感到了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于是他就把账本交给了代表保管。现在代表为了保住人珠的性命，所以才把账本拿了出来。而他交出账本的原因，只因人珠是品如唯一的朋友。但是就在此时，部长却带人找上门来。慌乱之中，人珠只能选择跳窗逃走。最终，他还是被公司的本部长给发现了。部长告诉他，原代表在与妹婿朱丹泰的权力斗争中吃了败仗，导致他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장부는 거기 들었어요? 어떻게 알았어요? 部长继续说道，原代表其实是在利用他。如果人珠拿着账本直接去威胁朱丹泰，这样原代表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大仇得报，但人珠却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朱丹泰给暗中杀死。听到这里，人珠瞬间感受到了人心险恶，同时他也意识到本部长已经发现了他所有的秘密，于是他想用秘密账本和部长做个交易。 저 많은 거 바라지 않아요. 20억? 그리고 안전. 대신 안전은 확실하게 보장해 주세요. 但部长却笑了，秘密账本可是理事长花了25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现在人珠居然只想用20亿来谈交易，而且理事长选举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也意味着账本只会越来越值钱。部长说道，他可以代替人珠前去和朱丹泰谈判，但是弄来的资金他们要五五分账，而人珠却觉得本部长唯利是图，不值得信任，所以他想拒绝合作。但部长却用品如的故事来暗示人珠，如果不选择跟他合作，最后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办法的人珠只能选择妥协，而条件就是他们要46分账。 6대 4로 해요. 20억은 내가 갖는 거고. 내가 6이에요. 알죠? 回到家后，人珠看到小妹也在家里，于是他就拿出了5万块给妹妹作为零花钱，但小妹却告诉他，她想要去波士顿留学，并且下个月24号就要出发了，而她却是以朱丹泰女儿陪读的身份获取的名额。人珠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 네가 걔 하녀야? 당장 못 간다고 해. 小妹说她不想和姐姐们一样就这样悲惨的过完一生，与其这样，她宁愿去给别人当丫鬟。她也不想用姐姐辛苦赚来的钱前去留学，这样的人情她偿还不起，因为她只是姐姐，并不是妈妈。次日，人珠便带着7000万的现金找到了朱丹泰的妻子，想把他帮助小妹支付的留学费用偿还给她，但女人却告诉他，小妹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全额奖学金，她并没有帮她垫付任何费用。随后，他还把小妹的画作展示给人珠看，他告诉人珠，小妹的画作都非常黑暗，里面是她内心压抑的世界，但主人公却是人珠本人，因为他觉得姐姐为了这个家庭付出的太多，已经快要到了垂死的边缘，姐姐的爱已经成为了他的负担。 언니들한테 짐이 되는 게 너무 애쓰지 말아요. 인주 씨는 자기 삶이 있는 젊은 여성이에요. 니네 엄마가 아니고. 나에게 현금으로 20억이 있어요. 그렇게 불법적이지도 않고 그렇게 합법적이지도 않은 돈이에요. 但姑婆向来与她妈妈不和，她并不想帮这个忙。她推脱道，买座公寓是一件大事，她需要与公司的法务进行沟通，最后也有可能会被否决。但人珠却说，这个忙她非帮不可，并且还要尽快。 내가 꼭 이걸 해줘야 될 이유라도 있니? 因为当初他爸爸的印刷厂快要倒闭的时候，姑婆却没能伸出援助之手，这才导致了他们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但姑婆却说，
他从来都不投资注定就会失败的生意，所以他并没有什么愧疚感。人珠接着说道，当时他的小弟因为没钱治病，以至于最后不幸去世，这让姑婆当初痛哭不已。他还记得姑婆并不喜欢小孩，甚至还特别讨厌小孩的吵闹声，但最后他却收养了最为活泼的二妹。难道这一切不都是出于愧疚吗？他前段时间又放下身段把二妹叫了回来，肯定是因为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所以才想弥补以前的过错。现在只要能帮助她买到房子，她们三姐妹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何乐而不为呢？ 내 말이 맞는 것 같구나. 그러면 내 오래된 불면증이 치료될 수도 있겠지. 姑婆说她并不是讨厌小孩，而是不喜欢人珠，因为她小的时候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 아기는 귀여우니까 같이 웃어주지만 성인 돼서 그렇게 웃으면 세상은 네 뺨을 때려. 现在人珠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从她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了笑容。最后姑婆答应了帮助人珠买房，这让人珠激动不已。画面一转，镜头来到了小妹这里，她看着同学的全家福照片羡慕不已。随后她更是被一座公寓的模型所吸引，看着里面摆放的洋娃娃，她爱不释手，于是她准备拿走，但突然她却发现了在客厅里独自喝酒的朱丹泰，这让她惊恐不已。这让小编突然想到了顶楼里的明雪雅，小妹后期会不会死掉呢？朱丹泰告诉任慧，他以前只是这个家里司机的儿子，在这里看到什么好的东西都会把它偷走，然后拿到家里再给扔掉。后来他不再继续偷东西，因为他要让主人看到他擅长什么东西。最终他把主人的儿子给比了下去，还把他给赶到了精神病院，他非常满意。 그 인형 갖고 싶니? 네. 그러면 지구상에서 널 가장 사랑하는 사람을 배신할 수 있겠소? 原来闺蜜留给人珠的20亿现金只是一盘开胃小菜，她在新加坡生活的3年里都一直以人珠的名义在抛头露面，就连她买的豪华公寓和绿色老爷车也都在人珠的名下。更离谱的是，她将那700亿的秘密资金分别存入了7家银行里，而户主的名字也是吴人珠。这时人珠突然想到了当初闺蜜让她签字的那些文件，原来是这个作用。各位小姐妹想不想拥有同款闺蜜呢？就在不久前，人珠的小妹在作画的时候突然晕了过去，经过检查后才发现，原来人慧患有遗传性心脏病，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手术费用却非常昂贵，竟高达1亿韩元。没有办法的人珠只能选择动用闺蜜留给她的那20亿现金。而与此同时，朱丹泰的手下高市长也已经查到，品如在自杀之前留给了人珠一大笔现金。就在人珠前去取钱的时候，正好被高市长给抓了个正着。因为小妹还在等着钱做手术，所以人珠一直在恳求高市长让他先拿走1亿现金。可是高市长却是一个非常变态的女人，人珠只有让他暴打10下，他才会把钱借给人珠。就在高市长准备下死手的时候，本部长终于赶了过来。 양아치 짓 하면 나오시라고 분명히 경고하지 않았습니까? 随后朱丹泰的妻子也走了过来，她大声呵斥了高市长的暴力行为。 앞으로는 건드리지 마세요. 문제 있으면 내가 해결할게요. 然后他就把人珠带到了一家高档餐厅里面，而这家餐厅正是不久前他和品如来过的那家。女人告诉人珠，她和品如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经常会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送给品如，包括那双价值不菲的鞋子。人珠疑惑道：“品如的鞋子不是理事长送的吗？ 내 걸 신이사가 사줬죠. 내 생일날. 그게 너무 마음에 들어서 화영이 걸 내가 사줬고. 原来品如一直在给女人做着助理工作，并且深得她的喜欢。在品如死后，她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助理。她感觉人珠和品如非常相似，所以她希望人珠能前来做她的助理。 화영 언니가 하던 일이라면 싫습니다. 위험한 일이었다고 알고 있어요. 为了笼络明星赢得选举，朱丹泰准备利用小妹的病情大做文章。可天生傲骨的二姐并不甘心小妹就此成为朱丹泰选举之路上的垫脚石，于是她就请来了有钱的姑婆来为他们撑腰。 그 돈 내가 냅시다. 姑婆一来就霸气全开，她直接就拒绝了朱丹泰的示好，并且还故意提起了他父亲的名字，来讽刺他以前只是一个司机的儿子。 자네 부친을 알았지. 박일복 씨. 젊었을 땐 부친이랑 땅 보러 많이 다녔는데. 这里镜头给了夫人一个特写，有没有一种可能她就是整容后的品如呢？真正死的其实是夫人，毕竟他们是多年好友。品如想要模仿她，应该也是易如反掌。随后姑婆就全额支付了小妹的医药费，这导致朱丹泰计划落空，差点被当场气死。这里二姐的行为也是非常迷惑，
他要是早早的就把姑婆请来，不就没事了吗？害得大姐白白挨了一顿毒打，还让她在朱丹泰一家人面前颜面全无。原来之前大姐为了能够尽快凑够小妹的手术费，最终她还是答应了做夫人的助理。但是夫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接受一次采访。朱丹泰热心帮助品学兼优的贫民窟女孩，这件事情一旦宣扬出去，肯定会给他迎来不少好感。在不久之后的选举之路上，他将会更加顺遂。但对此毫不知情的二姐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她想要终止掉此次采访，但却被大姐给拦了下来。这里看朱丹泰得意的小眼神，随后大姐就把人精给拉了出去，并告诉了他现在的状况。但一心想要揭开朱丹泰真面目的二姐，却强烈反对大姐的行为，这可就直接激怒了大姐。그런 소리를 해. 사랑은 돈으로 하는 거야. 돈이 없으면 이 정도 삼켜야지. 난 얼마든지 삼킬 수 있어. 这时朱丹泰也走了过来。 내가 이내 치료비 낸다고 해서 나에 대한 조사 멈춰야 할 필요 없습니다. 부담 갖지 말고 열심히 하세요. 面对朱丹泰挑衅的行为，二姐直接甩手走人。随后她就把姑婆请了过来。大家觉得二姐这人怎么样呢？另一边，小妹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她依然坚持要和朱丹泰的女儿一起去欧洲留学。她告诉姐姐们，有了朱丹泰的支持，她在留学的时候会方便很多，这样她就能快速融入上流社会，从而可以摆脱他们这个贫穷家庭。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真的就会死掉。 효린이 엄마 말만 듣기로 했어? 언니들 말은 이제 아무 의미 없어? 나 같은 상황이면 언니들도 마찬가지일 거야. 她的话让姐姐们无言以对。这里小编感觉三妹简直就是裴露娜2号。小妹的话让人珠意识到，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要做出改变。她告诉二妹，她手里现在掌握着朱丹泰公司25年的秘密资金账本，她打算利用这个换取更多的钱财。可任晶却想把秘密账本给曝光出去，以此向世人揭穿朱丹泰的真面目，这样就能实现他伟大的记者梦，但却遭到了人珠的强烈反对。他现在只想搞钱改变现状。自从上次任晶的发小从车祸现场发现了一朵诡异的兰花之后，他们就开始调查起了兰花的来源。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朵兰花名叫死亡之兰，并且含有巨乳，它释放的香气可以使人致幻，能够真正的做到杀人于无形。而拥有这样名贵兰花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兰花的主人，应该就能抓住杀人凶手。深夜，女人看着照片上的豪车和别墅，她至今都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居然都是闺蜜以她的名义购买的。她做梦都不会想到，只因自己当初的一句玩笑话，闺蜜居然让她成真了。 딱 하루만이라도 저런 데서 부자로 살아보면 좋겠어. 그 정도는 돼야 죽어도 여한이 없지. 现在别说住上一天了，就连整栋楼都是自己的了。任珠恨不得现在马上飞往新加坡，以便亲自确认一下闺蜜留给她的这些财产。但本部长告诉她，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眼睛都在盯着任珠。如果现在贸然前往，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而在不久之后，新加坡会有一场世界兰花展览大会。每年的这个时候，夫人都会利用买卖兰花的名义进行洗钱操作，所以任珠需要接受夫人助理的职位，以便能有机会让夫人看到她的价值，趁机获取夫人的信任。这样夫人就能把洗钱的工作放心交给任珠。次日，任珠准时来到了夫人家里，这也代表她接受了助理这份工作。此时的夫人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保姆把她最喜欢的衣服给弄丢了。还好任珠眼疾手快，她刚来到屋里就发现了这件衣服，这让夫人对她刮目相看，认为任珠非常有眼力劲。 눈썰미 있네요, 인주 씨. 她告诉任珠，她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前往新加坡。但她的丈夫朱丹泰却并不知情，因为市长选举在即，朱丹泰并不允许她东奔西走，所以她打算先斩后奏，等她赶到新加坡的时候，再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的丈夫。朱丹泰得知此事以后，肯定会非常生气。他比较担心的就是他的女儿，因为朱丹泰一生气，他的女儿就会非常害怕，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状况，所以他想拜托任珠好好保护他的女儿。果然，等到晚上，朱丹泰得知此事以后，便大发雷霆。 엄마한테 전화해. 언제 오냐? 이 집 사람들 다 미친 거 알아요? 단 한 명도 제정신인 사람이 없어. 우리가 700억 가져간 거 밝혀지면 우리 다 죽는 거 아니에요? 저 또라이한테? 任珠来到朱丹泰家里以后，他才发现，在这个偌大的房子里，居然没有一个正常人。朱丹泰有狂躁症，而他的夫人则是一位演技精湛的伪善女人，这导致他们女儿的精神也很不正常。任珠想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但本部长却告诉他，他已经用任珠的名字在新加坡注册好了一个空壳公司，等他们到了之后，他就会把700亿直接转到公司的账上，
到时候人猪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藏起来，而本部长就会拿着账本去和朱丹泰谈判，好让他放弃追查那700亿的项目。按照约定，他会和人猪4-6分账。他还不断的给人猪洗脑，让人猪带着所有的钱财去和他在希腊的爱琴海旁边买房，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有了这些钱，他们甚至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搬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天哪，他这是在 PUA 人猪吧？最后大姐有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因为性男人真的会倒霉一辈子。但人猪却说他要考虑一下，因为他还有2个妹妹需要照顾。 나를 못 믿어요? 네. 아무튼 6대4. 내가 6. 맞죠? 当人猪和小妹说起这个计划的时候，小妹却说她在朱丹泰家里生活得很好，她很享受现在的状态，况且她一点都不喜欢大海，她还是坚持要和朱丹泰的女儿一起去出国留学。 영어 공부해야겠다. 나 다음 달에 출국이잖아. 大姐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读美？管这2个不知道感恩的妹妹干啥？况且他们居然还敢在朱丹泰的家里谈论这种事情，这简直就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我发现金高银好像真的很喜欢演这种傻白甜的角色。另一边，朱丹泰得知妻子去了新加坡以后，立马就连夜派人把他给抓了回来。原来他们只是一对表面夫妻，朱丹泰看中他的家世，而夫人看中的则是他的能力。当上总统夫人是他毕生的心愿，可是他平时被朱丹泰管得太严，所以他才只能去国外肆意挥霍。朱丹泰非常不满妻子的举动，于是他们就大吵了起来。大家有没有一种顶楼的感觉呢？他这天居然在朱丹泰女儿的画作上看到了闺蜜死亡时的场景，于是他就赶紧找到美玲，并质问她那幅画上的场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美玲却被吓得只会摇头痛哭，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还是小妹告诉人猪，这是让美玲感到最为害怕的场景，是她无法告诉别人，却又总是浮现在她眼前的场景。当人猪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没想到美玲直接跑了出去。紧接着他们就在一辆小轿车中找到了美玲。此时的美玲已经晕了过去，但从她身上掉落的手机上却正在播放着上个月17号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而这个日子正是品如死掉的那天。 그건 하영 언니 죽은 날인데? 然后人猪就从画面中看到了朱丹泰的身影。原来朱丹泰在品如死掉的那天晚上来到过他的房间，难道品如是朱丹泰杀死的吗？美玲之所以有时会精神恍惚，也都是由于她父母长期吵架而导致的。不久之前，夫人从家里跑出去以后，就来到了一家疗养院里，而病床上躺着的赫然就是他的将军父亲。看着电视上朱丹泰的采访视频，夫人的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次日，夫人询问人猪，她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无脑又挥霍的女人？人猪暗自点头，接着夫人就对人猪一顿猛夸，还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品如的影子，这让人猪有些不知所措。他还以为夫人是真心想跟他交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了品如家的房子。期间，夫人哭得特别伤心，她说她只有品如这一个朋友，她并不责怪品如盗走了她的钱财，只是怪她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这让人猪对夫人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可是晚上，本部长却告诉人猪，这一切不过都是夫人在演戏而已，他只是想把人猪培养成第2个品如，然后就利用他接替品如的职位，让人猪为他进行洗钱的操作。这样人猪瞬间感受到了夫人的可怕。 나는 진짜 친구 되는 줄 알았네. 朱丹泰只是明着坏，而夫人却是笑里藏刀，所以大家认为品如到底是死于谁的手中呢？朱丹泰正在以贫民窟女孩的身份参加首尔市长的竞选，此时却突然冲出来了一位女记者，并爆料出在朱丹泰父亲的名下居然有高达200亿韩元的不动产。这瞬间在会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朱丹泰一直以来走的都是亲民路线，此次人精的爆料无疑是给了他致命一击。只见此刻朱丹泰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气，随后他就愤然离场。面对各路记者的追问，他也只能保持沉默。看着朱丹泰狼狈逃走的样子，人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随后他还向记者们提供了朱丹泰名下的财产证明。看着人精做出如此不理智的行为，姑婆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因为朱丹泰的手段有多残忍，我想大家都略有耳闻吧。人精的这一行为也直接给姑婆带来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他手里的那些证据都是从姑婆这里偷过来的。由于担心人精的安危，第2天姑婆就主动找上了朱丹泰来上门求和。他请求朱丹泰可以放过他的公司。 이번엔 인경이가 잘못했다. 이 선에서 서로 정리를 하자. 너도 살고 나도 살아야지. 안 그러면 둘 다 죽어. 原来姑婆是故意让人精发现了朱丹泰的把柄，这样他才能前来和朱丹泰谈判。姑婆还暗示朱丹泰，
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这里小编猜测，应该是朱丹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曾跟任慧说过，他之所以能够留在这个家里，是因为牺牲了他的爸爸。当姑婆走出家门的时候，朱丹泰的夫人却露出了紧张的神情。次日，朱丹泰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声称自己对父亲名下200亿的财产毫不知情，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岳父袁齐将军假借他父亲的名义登记的财产。期间，他还不断的卖惨博取大众的同情，同时他还提起了自己以往做过的慈善活动，并且任慧还主动站出来帮助朱丹泰洗白。这下朱丹泰瞬间反败为赢，支持率更是一路飙升。任晶完全没有想到，小妹为了可以出国留学，已经把朱丹泰一家当做了亲人。这3姐妹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要不是有主角光环，早就被朱丹泰给一窝端了吧。女人只是对着兰花轻轻闻了一下，然后她便梦到了朱丹泰杀害品如的场景。随着朱丹泰的脸越靠越近，任珠瞬间从梦中惊醒，然后她就像着魔了一样，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1楼走去。当她再次恢复神智的时候，姑婆已经浑身是血躺在了她的怀里，而这一幕也恰好被姑婆一手带大的任晶给看到了。就在不久前，夫人询问任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任珠说道：“돈 많은 남자랑 결혼하는 거요。”她的回答却引来了夫人的嘲笑，因为她二妹的梦想是成为记者，小妹则是想成为画家，但只有她想通过男人致富。随后夫人便把一朵兰花送给了任珠，她告诉任珠，这是一朵充满魔力的兰花，它的名字叫蓝色幽灵，只要睡觉前把它放在床头，就会梦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是一朵充满剧毒的兰花，它释放的香气会使人致幻，所以人们才会把它传得神乎其神。夫人还告诉任珠，如果她这次前往新加坡能顺利帮她完成洗钱的任务，那么她就能加入他们的组织情郎会，这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将会共生。当任珠拿着兰花回家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前来找她的本部长。部长看到任珠怀里的兰花以后，就想把她带走，因为他知道这朵兰花十分危险，但任珠却想利用它来让自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于是他就带着兰花回到了姑婆家里，他按照夫人的指示把兰花放在了床头，并对着她深吸了几口香气。随后他便看到了朱丹泰杀害品如的场景。思索过后，他还是决定要为品如报仇，于是他就找到了姑婆，想从姑婆这里得知一些关于朱丹泰父亲的秘密，然后再配合他手里的账本，肯定能一举击败朱丹泰。但姑婆却深知朱丹泰的手段，她不想让任珠前去冒险，于是就拒绝了任珠的提议。任珠回到房间以后，又深吸了几口兰花的香气，随后她便失去了意识。等到她再次清醒的时候，姑婆已经死在了她的怀里。